是警察吗？有个大肚子落我手里了，身上全是血，叫得很惨。我正磨刀呢，准备动手了，你们快点来，晚了这肉就不新鲜了。我这可是按斤卖的。这么快就来了，而且还是带螺旋桨的救护车。这个红点是干嘛的？晃得我眼晕。我知道了，大概是城里的高科技，用来给救护车定位的。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快点下来，再不来血都流干了。放下武器，立即投降！你有权保持沉默。这是吃饭的家伙，怎么成武器了？我是镇上杀气最重的屠夫，刚宰完年猪，满身是血。回村路上发现一位粉雕玉琢的孕妇，看样子快生了。可我急着去送猪肉，于是我拨通了110。这年头好人难做，还要包接送。这群人是干嘛的？他们手里端的家伙看着比我的刀硬多了。不许动，趴下！我被这阵仗吓了一跳，脚一滑，这一滑不要紧，整个人直接朝那个孕妇扑了过去。这姿势怎么看都像要补刀。轻点儿，我这胳膊是杀猪用的，费了你们赔啊！老实点，变态杀人狂！同志，你们搞错了吧？我是杀猪的，他是路边捡的。完了，唯一的证人晕了。我的猪肉还在3轮车上呢，这一耽误肉就不新鲜了。那是隔壁王大妈预定的，要是臭了，她能骂我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儿。同志，能不能让我把车上的肉盖一下？闭嘴！到了地方有你交代的。这城里的同志服务态度真是差，比起我们镇上的老李差远了。他抓赌的时候还能让人先把牌打完呢。审讯室里的灯光很亮，好的人眼花。我对面坐着2个警察，一男一女。这男的那个一脸横肉，看着比我还像屠夫；女的还算长得挺俊，就是板着个脸，跟谁欠他2斤猪肉钱似的。姓名：张大刀，职业：手艺人，祖传的刀法。手艺人，我看是刽子手吧。老实交代，那个孕妇是怎么回事？这事儿我熟啊。嗨，你说那个大肚子啊，我在路边看见的。当时情况挺急，我想着这玩意儿要是死在半路上，那就不值钱了，所以才给你们打电话。不值钱，在你眼里那是一条人命还是货物？那得看怎么论了。要是活的，就是无价之宝；要是死了，那就是一堆肉，还得费劲处理，晦气。确实，我们这行最忌讳死猪，死猪肉没人吃，还得偷偷埋了，费时又费力。你简直是丧心病狂！那个孕妇身上的血是不是你弄的？大部分是我的，也有点是他的。刚才动手的时候太急，没顾上穿围裙，溅了一身。你对他动手了？那肯定啊，不动手怎么弄？那个位置太刁钻，我不把那层皮划开，里面的东西出不来啊。刚才杀年猪的时候，有头猪难产，我顺手给做了个剖腹产。这手艺10里8乡，也就我会。他在干什么？不会是掏枪吧？里面的东西出不来，你是说你对他进行了剖腹？那是，我刀法快，没怎么让他受罪，一刀下去血都没流多少，那小崽子就出来了，粉嫩嫩的，看着就喜人。畜生！你个畜生！我要毙了你！不是，同志，咱们好好说，我不就是杀个猪吗？至于这么大火气？杀猪？你管那个孕妇叫猪？坏了，聊岔逼了。不是，我说的是我早上杀的那头年猪，那个孕妇是我回来路上捡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动手呢，你们就来了。没动手？真没动手。我本来想把她拉回铺子处理伤口，顺便接个生。我虽然是杀猪的，但生理构造人和猪也差不了多少。闭嘴！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！我不想再听他说一个字。这年头说真话也没人信。他看我的眼神怎么比我手里的杀猪刀还冷？完了，这肯定是被我宰了的那头猪的人找上门来了。不对啊，那猪是我自家养的啊。顾总，就是这小子，人赃并获，审讯正在进行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严惩不贷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哪只手碰的？这只手拿刀，这只手按着。你这人怎么打人呢？同志，这你们不管管？要是青青和孩子有什么3长2短，我要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喂狗。这人是同行啊，
说话这么专业。大哥有话好说，我真没把他怎么样，我就是想送点猪肉。还敢提猪肉？顾总，夫人醒了。把他带上，我要让青青亲自指认这个畜生。我的猪肉啊，这会儿估计已经招苍蝇了，这损失谁赔啊？青青，你受苦了。那个变态我已经抓到了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？我挤出一个讨好的笑，虽然我知道我笑起来肯定比哭还难看。大妹子，你给评评理，我是不是好人？闭嘴，不许恐吓受害者。老公，快把他放了！这大妹子是个明白人啊。青青，你是不是被吓糊涂了？是他绑架了你。我在路上羊水破了，车子坏在半路，手机也没信号。是他把我抱上三轮车，还给我盖了件大衣。他还给警察打电话，虽然他说的话有点吓人，他还说肉要不新鲜了要按斤卖。我就说嘛，我是正经杀猪的，兼职做好事儿，你们非不信。原来是自己误会了，这下成笑话了。那啥，既然误会解除了，我就先走了，还得回去卖肉呢。那个顾总是吧？刚才那一脚还有我那车猪肉，这里是100万，算是赔偿，也是谢礼，个10、100、1000、万。乖乖，这得卖多少头猪啊？成，这事儿翻篇了。不过大妹子这身子骨太虚，回头我给送2斤上好的里脊肉补补。不必了。对了，刚才你说要把我骗了喂狗，这刀工我熟，要不改天切磋切磋。但我没想到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这张支票烫手的很，有了100万，我成了镇上的首富，但我还是那个杀猪的张大刀。钱这东西存银行里就是个数字，哪有手里握着杀猪刀踏实？怎么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太对劲啊？王大妈也是，离我3米远就把钱扔过来，拿了肉就跑，跟见了鬼似的。我正纳闷着，一打听才知道，那天安保抓我的视频被人传到了网上，虽然最后辟谣了，但大家都记住了那句“晚了这肉就不新鲜了”。现在都叫我人肉叉烧包，我冤啊，比窦娥还冤。这几人一看就不是善茬。你就是张大刀，买肉排队，今天要肥的还是瘦的？哼，听说你前2天救了个大肚子，那顾总不是说这事儿保密吗？怎么连混混都知道了？怎么你也想生？那你找错人了，我只管杀不管相生。少废话，那个女人身上有个东西，是不是在你这儿？东西？那天她身上除了血啥也没有啊。哦，对了，当时她手里好像攥着个什么玩意儿，后来掉在我的3轮车上了。我收拾车的时候看见是个黑乎乎的小铁片，以为是车上的零件，随手扔在杂物箱里了。什么东西？没见过。这帮人来者不善，那个孕妇的身份恐怕也不简单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搜！这我哪能忍？这是我的地盘，我看谁敢动！老子的肉铺不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。那3个大汉被我这一刀镇住了，停下了脚步。练家子，行，兄弟们，给他松松骨。这年头卖个猪肉怎么这么难？受死吧！我没躲，这种直来直去的招式，在猪身上我见得多了。我不是砍人，只是用刀背拍在了他的手腕上。跟带讨的猪一样，太虚了，这肉质不行，注水了吧？哼！没想到张大刀这么厉害。说吧，找那个东西干啥？哟，还挺硬气。不说，那我可得给你去皮了，这脸皮太厚影响口感。别动手！我说，那是一块芯片，里面有顾氏集团的机密。原来那玩意儿这么值钱。糟糕，我好像卷进一场阴谋里了。大刀啊，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李叔，我是正当防卫，他们先动的手，还要抢我的肉。同志救命啊！他是魔鬼，他要把我们当猪杀了。
行了，都带走。我又进了局子，这回真是轻车熟路了。这个顾总又来了，他看着我的眼神好像……张先生，身手不错。顾总有话直说，我是不是又惹麻烦了？不是麻烦，是帮了大忙。那几个人是我的商业对手派来的，想偷那块芯片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玩意儿在我三轮车杂物箱里，你自己去拿吧。我不稀罕那什么芯片，我就想安安稳稳卖肉。芯片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他们盯上你了，也盯上了青青。啥意思？那个组织做事不择手段，你救了青青，又坏了他们的好事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心里1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，我招谁惹谁了？那你说咋办？我总不能搬家吧？我家祖坟都在这儿呢。我有个提议，你来我家做保镖。保镖？顾总，你开玩笑呢？我是个杀猪的，你让我穿西装戴墨镜跟在你屁股后面？不用穿西装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平时帮家里做做饭切切肉，关键时刻保护青青和孩子，月薪10万。我本来想拒绝的，但10万1个月，我1年起早贪黑也就挣个辛苦钱。成交。虽然我有了100万，但谁会嫌钱多动这意思？而且听那帮人还会来找我麻烦，不如躲进豪门，既能赚钱又能避风口。我收拾了行李，一把杀猪刀，一把剔骨刀，还有磨刀石，住进了顾家的大别墅。那别墅真大，光厕所就比我那肉铺还大，还有这么大的浴缸。顾总的老婆，也就是那个苏青青，看见我来了，高兴的不行。恩人，你终于来了。她抱着孩子，气色好了很多。叫啥恩人？叫我大刀就行。我有点不好意思。顾家还有个管家姓赵，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点嫌弃。张先生，厨房种地请注意卫生，你的那些工具请不要和高档餐具混在一起。哼，你懂个屁！这是开了光的辟邪。晚宴顾家来了不少客人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大刀，给大家露一手。这画面确实有点违和，但我不管。各位献丑了，这叫庖丁解肉，不对，大刀解猪。我没有花哨的动作，只有精准的切割，皮肉分离，骨肉相连，却又瞬间断开。5分钟后，半扇猪变成了一盘盘切好的肉片，我把骨头剔得干干净净，摆成了一副完整的骨架。那些人看我的眼神，好像是看艺术家的眼神。顾总很满意，苏青青很开心，赵管家看着地上的猪血，脸都绿了。我以为这保镖工作就是切切肉做做饭，却不料麻烦来了。这天晚上我上厕所，听见婴儿房里有动静，我以为是保姆在喂奶，但那脚步声不对，太轻了，像是猫，或者……门开了一条缝，借着月光我看见一个黑影正站在婴儿床边，手里拿着一个针管，正要往孩子身上扎。那一瞬间，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，动我可以，动孩子找死。我屏住呼吸，像靠近一头警觉的野猪一样，悄无声息地滑了进去。那黑影根本没发现我，我不用刀，刀上有杀气，容易惊着孩子。竟是个女人，但这张脸我不认识。切经相要，你是谁？别急，这针管里有东西，先化验一下。你多管闲事，放开我！哼，大妹子，干我们这行的就是放狠话。我在肉铺干了10几年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你这点架势吓不住我。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他是那个组织的毒蜂。毒蜂？那个专门用毒药暗杀目标的杀手？就这杀手，还没我家那头公猪劲儿大呢。行了，既然是杀手，那就交给警察吧。张爷，经过这件事，我在顾家的地位直线飙升，但我心里不踏实。这杀手都到家里来了，说明顾家的安保跟筛子一样。顾总，你这家里也不安全啊，要不咱们换个地儿？我也想，但那个组织势力太大，躲到哪儿都没用。除非啥？除非把他们的老窝端了。顾总，你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。我就是个杀猪的，你让我去剿匪？不用你去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今晚有个慈善晚宴，那个组织的首长会出席，我要在那里揭露他们的罪行。那你带我去干啥？做饭。啊？那个首领是个美食家，爱吃猪肉，我要你用你的手艺吸引他的注意力，给我争取时间。真无语，合着我还是个厨子。晚宴在市中心最豪华的酒店举行，
我也换了厨师服。这乳猪金黄酥脆，香气扑鼻，但我没心思欣赏。我在找人，顾总说那首领是个秃顶胖子，手里总拿着串熟猪。很快我发现了目标，那胖子看着慈眉善用，跟弥勒佛似的，但我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，比我还重的血腥味，是个狠角色。接下来看我的。好刀法，没想到这种地方还有这样的高手。小兄弟，跟我干怎么样？保你荣华富贵。老板，我这人没啥大志向，就喜欢杀猪。你看这猪肥头大耳的，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放子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这时大厅的屏幕突然亮了，播放的视频正是那个组织进行非法交易、绑架勒索的证据。顾天明，你敢阴我？给我动手！这饭是做不成了。老板，肉还没吃完呢，这就想走？嘿嘿，找死！吃你的猪去吧！顾总，这就是你说的争取时间？你这是让我当靶子啊！张大刀，坚持住，安保马上就到。又是安保，上次抓我的时候来得挺快，这次怎么这么磨叽？我虽然心里骂娘，可手里可没闲着。料理台上有一把剁骨刀，一把剔骨刀，还有几把餐刀。脚步声，左边一个，右边2个，就是现在！当然，我用的是刀背。虽然我没玩过这玩意儿，但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。枪口乱跳，震得我虎口发麻，但这气势是出来了。他们都被我这不要命的打法镇住了，不敢上前。抓住他，给我把他剁成肉泥！不许动，原地蹲下。熟悉的台词，熟悉的配方，这次终于不是来抓我的了。胖子想跑？跑？没给钱就想跑？这头猪算你账上！危机解除，干得漂亮，张大刀。顾总，得加钱，这可是玩命的活儿。没问题，加倍。这下好了，坏人抓住了，钱也赚了，我也能回家继续卖我的猪肉了。但我没想到，真正的反转才刚刚开始。我们是执法人员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你根本没看清整件事的局。你救了那个女人才，你会后悔的。他说什么？没等我问清楚，他就被押走了。难道是胖子的离间计？算了，人家2口子恩恩爱爱的，我瞎操什么心？顾总为了庆祝胜利，特意开了一瓶红酒，我也跟着喝了2杯。酒劲上来，我有点晕乎乎的。半夜我口渴醒了，里面瞬间消了罢手，里面有说话声，是顾总和苏青青。我本来想走，但听到了我的名字。张大刀那个人留不得了。我浑身一激灵，酒醒了一半。为什么？他帮了我们大忙。正如那个死胖子说的，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而且他的身手太好了，是个隐患。那块芯片里的秘密绝对不能泄露出去。那个胖子虽然被抓了，但他肯定留了后手。张大刀接触过芯片，万一他发现了什么？可是……没有可是。天明，你要记住，我们要建立的是商业帝国，任何绊脚石都要踢开。明天安排一场意外，让他永远闭嘴。原来我才是那头待宰的猪。所谓的豪门恩怨，所谓的正义与邪恶，在利益面前都是狗屁。想杀我，那得看你们有没有这副好牙口。既然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这场戏该换个主角了。我没连夜逃跑，这别墅里到处都是监控和保镖，想跑也跑不掉。我得智取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像往常一样起床做早饭，皮蛋瘦肉粥、煎蛋、小笼包。我在粥里加了点料，不是毒药，
我是个有底线的屠夫，不干下毒那种阴损事儿。我加的是一种草药汁，那是给猪用的。平时猪要是躁动不安，喂点这玩意儿，立马睡得跟死猪一样。对人也有用，就是剂量得控制好。大刀啊，昨晚睡得好吗？还在我面前演着温柔的戏码。挺好，梦见打理好了一头猪，刀工精准，一刀到位，干得特别痛快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怎么这么困？张大刀，张大刀，你干什么？都别动！谁动我就弄谁！把门打开，给我备辆车。你跑不掉的，外面都是我们的人。谁说我要跑？这就是芯片。昨天偷听时，苏青青提到过这个项链，这玩意儿就是你们的命门吧？给我！给你可以，让路。张大刀，放下武器！怎么是老李？难道顾家报警了？不对啊，他们干的那些事儿，敢报警？这娘们体质真好，那么大剂量的草药都没让她睡多久。同志，救命啊！这个疯子给我们下毒，抢了我的项链，还要杀人灭口！大刀，你这是干啥？绑架？李叔，我是自卫，这俩人要杀我。杀你？人家是知名企业家，杀你个卖肉的干啥？我们好心收留他，给他高薪，没想到他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。大刀，放下刀，有什么话回局里说。我知道，进去了我就完了。顾家有钱有势，黑的能说成白的，我这辈子算交代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认栽。李叔，对不住了。我成了通缉犯，但我手里有那张芯片，这是我唯一的翻盘机会。我躲进了一处废弃的屠宰场，芯片里的内容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，这根本不是普通商业资料，而是一整套不合规操作的内部名单，牵扯范围很广。苏青青竟然是这一切的主要负责人，那个顾总不过是他推在台前的傀儡，甚至那个胖子也是他的下线。所谓的毒蜂刺杀，所谓的晚宴袭击，都是他自导自演的戏码，目的是为了除掉不听话的胖子，顺便洗白自己，把所有的罪名都推给那个组织。好狠的女人，好深的心机，我这是救了一条毒蛇啊！张大刀，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把芯片交出来，我留你个全尸。大妹子，你真以为我是吓大的？这封带着证据的邮件发送到了各大部门、各大媒体的邮箱里，晚了，肉已经卖出去了。杀了他！这里是屠宰场，是生与死的交界处，也是我的战场。我拉下了总闸，灯光熄灭，黑暗降临。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猎杀开始了。这帮雇佣兵虽然带着夜视器，但他们不懂这里的地形。这里到处都是悬挂的铁钩，滑腻的地面，复杂的传送带。对我来说，这里就像自家后院一样，每一我都了如指掌。这下公平了。别慌，守住出口，他跑不掉的。跑？我为什么要跑？在那边开火！我借着噪音的掩护，从另一侧绕了过去。近身搏斗，枪就是烧火棍。我不杀人，但我让他们失去战斗力。撤！快撤！大妹子，这就要走，账还没结呢。这招小李飞刀我练了10年，本来是用来扎苍蝇的。别杀我！我有钱，我有很多钱，我都给你。
钱这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看你这心太黑，得掏出来洗洗。刚才那封邮件起了作用，天亮了。同志，这次我可是立了大功，能不能给发个锦旗？大刀，你小子真行！后续的笔录做了整整1天，苏青青因涉嫌多项罪名被依法逮捕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。而我也终于回归平静，这生活挺好。当时一个人在屠宰场怕不怕？怕，但我更怕的是恶人逍遥法外。直到屠宰场的大门被推开时，我就知道我赌对了。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从来不会缺席。而我只是做了那个推开门迎接光明的人。